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我先给大家看一幅中南海里极其荒谬又极具画面感的世界级名画。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22号，北京下发了一份盖着中办、国办最高印章的红头文件，名字特别伟光正，叫《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只要一涉及碳达峰、碳中和，中国谁是最大的官？就是中央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按照中共那套森严规矩，这么重大的标志性文件出台，丁薛祥起码也该留在北京坐镇，配套讲话也好，重要指示也好，总得有个动作吧。这可是他主管的政治责任田。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丁薛祥人不在北京，他被派去土库曼斯坦签天然气合同去了。国家节能降碳的最高政策落地，主管这摊子的最高负责人却被一脚踢到中亚沙漠里去干一件最不降碳的活，这本身就是极度的角色错位，毫不掩饰的政治羞辱。说白了就是丧事喜办。这说明丁薛祥这个小组长早就被架空了。这份文件他恐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改不了，偏偏这把节能降碳的环保大刀精准地悬在了他家大老板习家自己最怕被人盯上的那个大盘子上，矿业。大家一定还没忘记彭博社当年的那篇重磅调查，白纸黑字追到了邓家贵那位大姐夫，间接持有江西稀土和稀有金属钨集团的股份。那是实打实的矿山，是轰鸣的分离车间，是整夜烧电的冶炼炉，是日夜往外冒黑烟的大烟囱。这种重金属冶炼项目能耗能低吗？碳排放能少吗？现在好了，你想上新项目，想继续倒腾稀土发大财，对不起，把碳排放评价表拿来我看。今后习家的项目能不能活，不看你姓什么，就看这张表。这一下等于直接捏住了7寸。那你说丁薛祥要是留在北京，他怎么办？支持这份文件等于亲手去砍大老板家里的生意，反对这份文件，碳中和又是老习自己吹出去的圣旨。这就是中共官场最恶心的地方，路给你堵死了，锅却非要你来背。所以没办法，丁薛祥只能被出差，人被支走，文件落地，刀子留在北京，剩下老习一个人在深宫大院里无能狂怒。丁薛祥和环保大刀那是钱袋子被掏，但这一轮权力大洗牌最狠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偏偏是刀把子正法口。别的口子出了事儿还能找补，可是刀把子一旦被人把手伸了进去，那就不是一般的党内斗争戏码了，这叫缴械。中央巡视组的钦差大臣上一次进公安部是2016年，进最高检是2019年。如今两组钦差大臣2天之内如狼似虎的同时踹开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的大门。老习在政法系统最硬的2把刀被同时按在砧板上对仗。先看最高检，中央第10巡视组的动员会上，检察长英勇亲自主持，亲自表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明的纪律、最务实的作风全力配合。3个最字叠在一起，这是求饶。更要命的是，巡视组还没真正把刀拔出来，英勇自己就把政绩官3个字先报了出来。这等于是在说，我知道你们是冲着什么来的，我当年为了立功，为了往上爬办过的案子，现在都要被重新摊开审查。无论是武汉的疫情处置，还是上海的大案推进，过去都算政绩，现在巡视组一口咬定政绩官。更狠的是，巡视组这次在最高检信访受理一直到6月下旬，受理范围也写得清清楚楚。最高检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接下来这段时间，凡是跟应勇这些年有过节的人，都可以把材料直接送进去。这就叫把门打开，等四面八方的人来递刀子。应勇这段日子恐怕天天晚上都得提防着被人物理灭口。这边被贴脸翻账，公安部那边
上演的是更阴毒的组合拳。巡视组前脚刚进大门，国务院后脚就任命了一位新的部长助理吕武钦，一个在正局级位子上被晾了整整7年，显然不是老习嫡系的人。看他的履历，干过办公厅副主任，干过审计局局长，后来又去了海关总署缉私局，会查账，会查私，还管过宣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么一个账房先生安插进公安部核心层，就是派进来一把手术刀，专门替上面来翻烂账的。而真正把这股阴气拉满的是黑龙江鹤岗一个早已退休的公安旧人石艳芳，被查了。别嫌他官小，这叫刨祖坟。石艳芳在上个世纪末就和王小红的头号亲信刘忠义在鹤岗是老搭档，而刘忠义刚刚在今年1月31日被突然免去了公安部部长助理的职务。更妙的是，石艳芳背后还有另一个老领导毕保文。顺着毕保文再往上摸，又连着现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齐延军，两人在山东公安系统共事了整整10年。现在你把这几个人串起来看，这盘棋的味道就全出来了。先是砍掉王小红的左膀右臂，免职刘忠义，再从地方上刨出一个退休的死棋，查办石艳芳，顺着这根线往上拽，一路擦过毕保文，最后把刀尖稳稳地抵在了齐延军的后背上。而齐延军一直被外界视作王小红最中意的接班人，这是一套精密的连环绞杀。先换上一个查账的新助理，再用一个陈年旧案死死卡住你选好的接班人。这说明已经有人盯上了公安部长的位子，王小红及其亲信必须走人。公安部长这个位子是老习睡安稳觉的最后一道保险。王小红是老习在清洗了孙立军、傅政华那帮野心家之后亲自安插进去，用来镇守刀把子的看门人。如果连这个看门人都保不住，被人一步步架空逼退，那只说明一件事，老习连自己最亲的人都保不住了，这条船马上就要换舵手了。所以王小红的结局就是老习自身权力状态最精准的晴雨表，是那场更大风暴来临前第一声沉闷的雷。节目继续之前先插一句，今天这期节目也感谢普瑞堂对江峰世界的支持。平时觉得累，恢复慢，状态下滑，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想扛，是身体已经在提醒你，该补的时候就得补。普瑞堂是我自己用过之后愿意推荐给江峰世界老朋友的一款产品，它的好我在这儿不多说，你自己用上一盒感受最直接。单笔订单满$500，直接赠送一支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上不封顶，多买多送，自己用送父母送长辈都是最实在的心意。点击下方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 JF， 把这次优惠和赠品一起拿到。好，广告插完，咱们接着往下看。被老狐狸们盯上的绝不只有一个王小红，接下来这一位就更惨了，连屁股底下那把椅子都被人一脚踹碎了，位子比王小红还高。他就是当朝宰相李强。咱们先看一道很滑稽但越看越阴的开胃菜。就在最近，中国航空器材集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中航材董事长任宇突然被宣布拿下，理由说出来都让人想笑，居然是一场2年前在德国机场的醉酒事件。而且这区区一桩醉酒事件压了整整2年不发作，这就是等着哪天翻出来当刀子用。2024年搞党纪学习教育没公布这桩案子，2025年搞8项规定学习教育也没说。这2轮运动都是习派自己抓的政治品牌，怎么可能拿自己人开刀？可偏偏到了2026年，政绩观这把新刀一亮出来，这件长了毛的旧案立刻就被从固执堆里拖出来，押到台前当众处决。为什么偏偏挑这家公司下手？因为这不是一家普通央企，它是中共向波音、向空客下天价订单的首席买办公司。过去10几年，
老习搞所谓大国外交订单政治，动不动几百架飞机去砸欧洲，去吻美国。中航材就是这套戏码里最核心最金贵的那块招牌。现在好了，这块招牌的一把手直接被打成了政绩观扭曲，这等于当着全党的面把你过去10几年吹上天的大宗订单外交一下子贬成了破铜烂铁。不过咱们把这份官方通报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头最不起眼的一段话其实藏着最阴毒的政治算计。2026年3月，上级组织对此事进行调查，任宇等人向国务院国资委提供虚假情况。大家听出这句黑话的弦外之音了吗？这等于是顺手给国务院国资委狠狠记了一笔黑账，治下不严，被人欺瞒。这个政治压力会通过国资委这根链条直接传导到主管的副总理何立峰头上。何立峰要是扛不住，这口黑锅最终就会结结实实的砸在国务院总理李强身上。但是中航材任宇的案子只是别人用来恶心李强的一盘小菜，把酗酒硬生生地套上一个最高级别的政治罪名，政绩观扭曲，不能天天用。反习势力怎么才能名正言顺地批量地打掉李强手底下的央企红人呢？这就必须回到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4月22号下发的那份节能降碳意见。这份文件表面上是绿水青山，实际上是反习势力为了合法合规的批量制造政绩观扭曲罪名而给李强量身定制的一台政治绞肉机。过去李强手底下的央企老总们靠什么立功？靠的就是大基建、大工业、重资产、大项目。在李强那套逻辑里，这叫稳增长、保 GDP、有担当。但现在规矩一下子被改了，红头文件白纸黑字盲目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就是违背新发展理念。不骂生活作风，不说摊了几块表，喝了几瓶酒，而是直接把过去那套立功方式整体改写成了一种政治错误。以后只要你为了搞经济上了高能耗的项目，不管你赚没赚钱，不管你给李强撑没撑面子，只要纪委拿碳排放这张表一卡你，你就是不顾生态环境，你就是政绩观扭曲。到时候查起来话术都不用编，张总，你去年批的那个几百亿项目碳排放超标了吧？环保不过关吧？走吧，去喝茶吧，是不是一抓一个准？而且这套打法李强根本没法还手。如果是生活作风问题，他还能护短；如果是人事斗争，他还能拖。可现在人家拿的是环保、双碳、新发展理念当刀子，你李强敢公开说能耗高一点没关系吗？所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手底下那批能臣干将被一个个拎出来扣帽子进局子。这些人一旦进去了，为了自保，为了减刑，很多以前不敢说的话也就开始往外吐了。顺着国资委这根藤往上摸，利益输送、黑箱操作、项目交换，一笔一笔，最后都会汇成厚厚一摞黑材料，整整齐齐摆到李强政敌的办公桌上。这还没完，更狠的一刀是李强手里真正的硬权力被制度性拆碎了。作为总理，李强最大的资本是什么？说到底就是2个字：审批。批项目、批资金、批地、批口子。过去他想推一个几百亿的大工程，协调一下国家发改委就行。发改委主任郑乍杰那是老习亲自提拔的浙江嫡系，李强打个招呼，发改委盖个章，资金、土地、指标一路绿灯，项目就落地了。可现在路被堵死了。4月22号，这份文件他明确把重大投资项目统统拉进了碳排放评价这道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4个衙门一起点头，项目才能过。这是把总理原本集中在手里的调配权硬生生拆开分给4家，哪怕其中3家都同意，只要有1家拿环保降碳当借口卡你，这项目就能烂在半空。更阴的是，这4个部委难道都听你李强的？难道都肯替你背锅？不可能。
反对势力只要在其中任何一个部位埋下一颗钉子，就足够把你整套项目盘子死死按住。这就叫制度性的分食，用环保的政治正确，名正言顺地把总理的集中审批权切成4块。你还想批项目保 GDP， 还想借项目给自己人输血，对不起，门都没有了。你堂堂一个大国总理，最后被整成了一个签字都未必好使，盖章都未必算数的空架子。这就是老狐狸们最毒的地方，他们不一定今天就把你掀下桌子，他们是先把桌角一根一根锯断。所以人宇被拿下还不是锅底，真正可怕的是丁薛祥被一脚踢去中亚，王小洪的接班线被一刀刀堵死，李强的审批权被4部委生生拆碎。等哪一天主席台上真的多出一把空椅子，大家再回头看，就会明白4月22号这份文件根本不是什么节能降碳意见，它是给习家军开的停尸单。好，今天这期江峰世界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也看出来了，4月22号这份文件表面是在讲节能降碳，实际上是在拿制度一点一点拆国务院，拆习家军，那就请你帮忙点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再把这期节目转发出去。接下来中南海这张桌子还会怎么塌？谁先离席，谁先变成那把空椅子？咱们下一期接着看。